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持续来关注，在这一场中日之间的冲突，已经延伸到整个，包括现在在关心到第一岛链，甚至在第二岛链的军事上面的冲突。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辽宁号绕着日本走，这一次还加上了这个补给舰闯入美日的训练空域。解放军现在是要把远洋压境变成一个常态了吗？另外，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的是，前几天关心的都是在第一岛链，那么现在是不是也跨足到第二岛链？因为在这边也被大陆给插齐了。美日增援线会被封死吗？高市这个时候急着找川普，原因又是什么？今天会来做解读。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现在来看到是辽宁号的这个路径闯入了在美日原本的这个训练空域当中，而且加入了刚刚提到的补给舰。解放军是在测试远洋要把它常态化吗？到底会在这边走多久呢？是要打破日本的整个防线节奏吗？美日台海这个增援的这个援助线会不会遭到封锁呢？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在第二岛链，现在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来看到大陆现在密集的在这个地方密克罗尼西亚，也就是二战日本跑到这边重建哦。这个地方很关键，因为它其实在第二岛链离关岛只有仅900公里而已。大陆是在对美军太平洋后方来直接亮剑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在6号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解放军它的这个军机，也就是歼15的雷达，不是锁定了日本的 F-15整整30分钟的时间吗？日本第一时间其实一开始没有说太多话，但是几天之后，小泉也出来说话了。小泉特别有提到，中方啊，确实他们是有通报那一天会做演训的，但是小泉也说了，中方没有给任何有关于空域时间跟坐标这场演习的相关资讯。这样子的一个发言是代表说，大陆方面资讯的疏漏，还是故意让日方没有办法去避让呢？高市这个时候急着找川普来见面，原因又是什么？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关心到辽宁舰的一个动态，因为这是来自于日本防卫省紧急证实的。辽宁号现在一直走，已经杀到了东京冲之鸟岛北方的一个海域，并且和补给舰一起来做会合。疑似呢，现在看起来它是不是要展开一个比较长时间，甚至现在预估啊，来自于日本防卫省的预估，可能长达1个月的远洋的一个行动呢？而且在过去短短3天，辽宁号的舰载机起降次数也非常的频繁，高达了140次。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官员又怎么说呢？他说，现在如果来观察一下辽宁号的轨迹呀，其实是和当时美日这个演训的空域的轨迹是有相似的。我们来请导播 Q 到下一张 CG 来带我们看一下这几天辽宁号到底是怎么走的。来，我们请导播 Q 一下。好，辽宁号其实从12月5号到12月9号，来自于日方特别的公布，大概是这样红线这样子走的。好，那也就是沿着包括了日本，等于是绕着日本，然后也有经过在这个宫古海峡这边，然后呢一路的往这个琉球的南方，再往刚刚提到的冲之鸟岛的北方来做这个路径的走啊。那么大家也在看说，辽宁号的轨迹是不是有意要侵入，也就是这个美日原本的演训空域跟舰载机在这边做起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挑衅的行为。我们再回到上一章，那其实呢，现在更让美日非常紧张的事情，还有就是在琉球的东南海域。东南海域这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美军横须贺航母群还有日本舰队南下支援台海必须要经过的地方。但是看到解放军的各种武器现在都摆出来了，不管是055啊，或者是052D 等等。中国媒体形容这是行动版本的封锁行动，而刚刚提到的，其实这个解放军对于美日的警告不只是在第一岛链而已，是不是也包含现在还有第二岛链呢？因为地缘专家这边也做出了一个评估，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这个地方密克罗尼西亚重建2战日本帝国的机场跑道，这个地方离关岛第二岛链只有900公里而已。我们来看到跑道的规模，包括了它的长度啊1000公尺，宽100公尺，
过去美军曾经试图要去修复这个地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请教将军怎么看辽宁号这一次闯入美日的训练区，是在测试美日的底线吗？加入了补给舰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厉将军怎么看？我请导播把刚才那张辽宁舰的航行图，那张CG帮我们放出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这个美日这个联合演习的位置就是在12月6号到12月7号这块区域，美日在这边做这个联合的军演，那总共划分为3块区域。那很明显的，辽宁号从他们中间切过去了，这要勇闯3关这个我如果说是关羽当年过5关斩6将，他虽然说没有斩6将，但是也勇闯3关，从这边闯过去。在我们看这张图之前，我再给各位看一张图，非常巧妙。大家记不记得高市早苗什么时候上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去？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他跟川普2个坐着直升机，还在这个军舰上面这个手舞足蹈在那边跳舞。那天是10月28号，完了以后，川普就到韩国去参加 APEC。可见的华盛顿号航母那时候是停在日本横须贺这个军港的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个最新的讯息来讲，因为这个还没有办法掌握到后续的建制的活动，我现在这个讯息只有到12月7号。那你看，在太平洋这个西部来讲的话，中国的辽宁号正在跟美国的华盛顿航母两者正在跳一场 tango 的舞我们看一下，这个12月4号的时候12月5号的时候，辽宁舰还在这边正要出发。那12月4号的时候，华盛顿号在哪里？在关岛。我刚刚讲了，他之前在横须贺，他为什么这时候到关岛了？表示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有这个默契？知道说是辽宁号要从这边过来，所以他先避开了他先避开了，这就跳tango嘛，你进一步我就退一步第二个来讲，我们看辽宁号12月7号到这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华盛顿号它开始准备要回去，12月7号它到这个位置，准备要回华盛顿航母。这时候辽宁号干嘛？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图，我给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我用这张图来看，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辽宁舰掉头了，他不再往北了，他回头，就可见得说是他要过来的时候，这个华盛顿号让开，华盛顿号要回去的时候，他往南走双方都避开。那双方来讲是巧合，还是双方有事先沟通过，这避免王见王很尴尬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从以上这种动作。很明显的高市早苗被川普卖掉了他根本就不晓得，其实中美之间是不是有这种默契。那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其中的那个人叫高市早苗，但是现在来讲，原来辽宁舰过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带补给舰的，它只有带这个护卫的055大驱跟054护卫舰。那我们原来以为它是会从大隅海峡那边绕一圈就回去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补给舰，你在海面上面航行时间是不能够长久的。但是这个属于一种战术性威吓的行动。可是当补给舰到了以后，就从战术提升到战略层级，因为它会在这个地方停留时间会很久那会多久？我们现在原则上，如果是一艘的话，那可能是1个月的时间。那它有可能换了，我第2艘的补给舰再来，那这个时间很长。那第3个，为什么要停在这个地方停那么久？很明显的，因为高市早苗讲的那句话，就是如果说台湾有事，就会启动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那他就会做什么？可以行使集体防卫权。什么叫集体行使集体防卫权？顾名思义，就是联合美国、日本还有台湾来共同跟解放军来这个对战所以叫做集体行使防卫权。那日本来讲，如果说要介入台湾军事行动要介入台湾的话，很明显，他一定不管是美军从横须贺军港要下来，或者是日本的军舰从这个东京湾各个军港会往南行驶。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它停在这个地方，辽宁舰航母战斗群停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对，我们原来以为反介入区域拒止是针对关岛美军的基地，但事实上如果说针对日军来讲的话，他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作战，这是第2个目的。我觉得就是很明显他在做这个演练。第3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停留在那边1个月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因为这时候天气是冬天，
所以北方那边是严寒气候，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听说这个寒流会来，包括我们台湾都会很冷。那何况纬度这么高的舰艇在那个地方，再加上东北季风，我想风浪一定很大，对海军的官兵来讲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训练。所以我觉得仗在哪里打，部队就要在哪里训。以后仗要在这边打，那解放军就在这边练兵，然后从苦从严从难，在最艰困的气候之下，从事最艰难的训练。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目前解放军的位置，这个辽宁号主要都还是在第一岛链，目的除了做这道区域拒止之外，还有不断的做它的演训，做它的训练。那另一方面，我们也来提到的是说，会不会它已经不再只是存在第一岛链而已？现在呢，它把它的势力扩大到第二岛链。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就是大陆现在在密克罗尼西亚重建的二战当时的日本的这个跑道。这个是第二岛链的前置基地，还是对关岛直接亮剑？解放军真的有办法打到第二岛链吗？委员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专家发这条消息啊，真是白目到家了。那是很单纯的中国的民间企业去承包这个机场的修复工程而已。为什么我很确定这样说呢？第一个，这个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啊，它有7个机场，这个机场也不是离关岛最近的。换句话说，他们大部分有607个岛礁。整体组成主要叫做加洛林群岛。那加洛林群岛这个瓦雷埃它是 atoll， 是一个环礁，它不是一整块的，它刚好是在最靠近这个西边的，而它北面呢还有2、3个机场离关岛更近。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第一个，它有7个机场，它不是唯一的机场。第二个，更重要一点密克罗尼西亚。它本来是美国托管的土地，然后在1979年经过公民投票独立，1986年跟美国签了一个叫做自由联系条约。什么叫做自由联系条约？表面上叫自由，但是联系的意思就是我是美国的附属国。也就是它独立只有在内政跟部分外交独立，其他的国防全部归美国管。那你说这个国家被美国国防控制的，解放军可以盖一个第二跑道，还可以做军事使用，这会不会太白目的一个判断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单纯的找个民间公司去承包，那或许中国政府有补贴一点，但是基本上还是美国出钱在养这个国家，它的地位跟什么一样？跟帛琉一样，跟帛琉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判断说，哇，这个第二岛链机场就是中国在兴建，这中国又要控制，中国要用，就跟当时的香港大公报在炒作那个什么那个巴拿马运河一样，无知啊。好，这个是针对于这一件事情，有关于第二岛链的兴建。那我们也来重拾一下当时中日争议的这个事情爆发。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6号当天，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解放军的歼15不是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的 F-15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吗？这件事情6号发生，那其实日本的官方也没有做太多的回应，只有做批评。但是事隔多天，在昨天的时候，小泉进次郎他突然间针对这件事情出来说明了，他就承认说，确实啦，没错，中方当时确实有事前通知日方说他们要进行飞训，但是小泉进次郎也批他说自卫队还是没有收到任何中方有关于他们演训的空域时间跟具体的坐标的资讯。好，另外官房长就态度更强硬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啦，大陆就算有没有通知你侵犯领空，我们还是要做反制。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高市早苗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他也在10日公开喊话，尽快要和川普见面举行领袖会谈，被视为是不断的向美国喊话，要来对中国大陆施压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些论坛、这些论点都是军国主义者的论调这个非常的明确。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没有人进入日本的领空，所以日本的自己的防卫部门也说，大陆都没有进入日本的领空。那既然没有的话，那你穆延展讲的什么鬼话也就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领空，那你怎么突然间讲说只要侵犯领空就要反制？没有人进入领空这个我想这是一个第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这是叫做鬼话。第二个呢，就是
小泉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谎话，中国大陆明明有通知，他故意说没有通知，所以他说谎。而且故意在半夜2点的时候，那么告诉国际说他那个中国大陆侵犯我们，那他是公然说谎。第二个呢，根本没有用火控雷达，他讲成用火控雷达，好多人还引用日本的说法，而不用中国大陆说法。中国大陆说我是用雷达照射啊，那日本就说是火控雷达，那很多人就相信日本人。那军国主义者一直在说谎，还有人会相信他们，然后用火控雷达，这个简直是一个人类间最大的笑话。好，现在小泉自己也知道，大陆一个证据一个政治牌给你看的时候，那难看啊，因为你用火控雷达上面都有记录嘛，那不是火控雷达嘛，所以他自己就悄悄的又改变成为叫做雷达照射啊，这个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一贯的伎俩。好，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他现在2次说谎都被打脸了，那怎么办？就只好硬凹，说你没有告诉我具体的坐标。我想请问一下，航母是移动性的，你刚刚看到一个航机图，你已经告诉我们了，它从12月6号以后到7号的时候走了600公里。12月6号到7号走了600公里，都在移动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我的航向啊！这全世界哪有这种事情？我还告诉你我的航向，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更大的笑话。所以这个人讲的都是没有知识，连常识都不如的一个笑话。这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部分。第三个，11月7号，当你高市早苗开始在挑衅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3艘战舰都已经穿越你大隅海峡到你的青津海峡了。这个等于是2国之间的军事的紧张关系已经拉高了，拉高了，你就自己知道说，如果你要再去惹的话，那情况就会恶化。小泉接着跑去与那国岛说：“我撞了034哦，我要打你哦。”那中国大陆无人机就飞过来了嘛。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双方的关系紧张的关系越来越拉高了。现在航母穿越了宫古海峡，在国际公海这个海域进行这个起降的演训，已经通报你了。说我现在开始进行起降演训了。那理论上讲，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它基本的做法就是说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而且呢，通常都是水面的舰队跟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过去的标准做法都是如此。结果你多次的派你的战斗机，尤其是 F-15的战机，你飞到这个里面来，被照那是刚刚好而已，把你赶走只是刚刚好而已。被赶了以后被照了，那技不如人嘛。大陆解放军的战机就是比你好嘛，然后被人的装备就是比你好，你被打败了还哭哭啼啼，然后连续说谎，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最可笑的事。我是看到那个军国主义者，我就觉得这种嘴脸真的是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他们都是抗战过来的，他们就说日本人就是满口谎话，这些军国主义者就是满口谎话。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